来骑指南宫发财路线。我拜访的老街都还在睡梦中。车城老街，一人包场。现在这路线感觉是很多砂石车的路线啊，会有很多沙尘暴，视线不是很清楚。扛车了，扛上来了，真是太值得啦！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景啊？我要在这里待久一点了，好不容易扛上来了。捉迷藏，抓到你啦！大家早，我是 Wendy。今天一大早又出现在日月潭啦。等一下，别转台。今天不是要环日月潭，今天要来骑指南宫发财路线。那我就一大早来日月潭晃一下。那现在先前往金龙山的第一停车场，从那边接上指南宫的路线哦。我就不从指南宫出发啦。这日月潭呢，很喜欢来这边晃一晃。这日月潭呢，假日啊，为了要避开人潮，我最喜欢一大早就过来这边。文正巷这地方我记得啊，就是切西瓜路线前往金龙山。接过来了，金龙曙光这边的停车场。那我们现在要往水里的方向喽。本来想说去金龙山，可以去看个日出，看那个云层啊，不用等了，那我就直接出发喽。石观音游憩区，我记得那边有个吊桥，最喜欢吊桥了，来走一下，就是这个吊桥啦。观光组的一定要来看一下。吊桥短短的，走过来也很开心。刚刚沿路一直下滑，想说怎么这么开心的事情，然后坡就来喽，没问题，看到坡就清醒了。木马道驿站就是要下滑来去车城晃一下，注意看啦，这下滑的意思就是等一下再爬回来哦。一定要够早啊，才有办法一个人包场。车城来这里环一下这个环池啊，真的完全没有游客。这么宁静的车城，你看过吗？就是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一定要很早很早。车城校外教学的必访景点之一，这个地方是集集支线的最后一站。车城站月台，一个人包场。现在太早了啦。这里也常被大家叫做最后的车站，最美木造车站。我还真的没有进来车城的候车室过因为没有来搭火车。进来看一下。这里以前因为伐木业很热闹，甚至还曾经有小台北的称号。车城老街就像上回去的海拔1000公尺眉山太平老街一样，我拜访的老街都还在睡梦中。车城老街，一人包场。这种安安静静、清清悠悠的感觉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双土地公庙，上次我就在这边看到很多山羊，这次想说弯过来再看一下，有没有机会来看一下山羊在吗？
明显，山羊还没出来啊。那我们就继续喽。旁边那个双土地公庙，我上次影片已经介绍过了，可以去那边补水啊，上个厕所。那我今天就不下去喽，我要继续往水里喽。那我下一站来去集集火车站，集集火车站变装后还没去过呢，来去瞧瞧啊。集集在12公里，来到台16了，那我们就前往集集火车站喽。你期待吗？我可是很期待哦。今天骑的这个路线是指南宫99.9K 的路线，可是我这个单车观光组啊，当然要沿路观光下去喽。那我们就看沿途有什么地方值得停留过去晃一下喽。集集镇到喽，水里隧道不用怀疑，水里隧道是在集集镇。花旗木 Pink Shower Trees， 这英文名字听起来很浪漫吧？集集车站到了，哎，中间这个圆环怎么不见了？这火车还在啊？对呀，就那中间少了一个东西的感觉。回去看一下照片，到底少了什么？离开集集车站，下一站来去集集蓝河堰，那里我也没去过哎，就沿途逛下去了。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，这边竟然会有香蕉哎，那当然要来打卡一下喽。台16线旁这座迎宾金牛花灯，2009年集集灯会的主灯扭转乾坤。过去每次经过都只是远远望着，这次特地进来看蓝河堰，也顺便近看一下这座地标到底有多壮观。前方这座鲜红色的林尾桥，就是很多人熟悉的虹桥，拱形钢构桥身横跨清水溪，也是集集入口很醒目的地标。往竹山，哎，这条路是我第一次骑哦，第一次要跨越浊水溪来去竹山了。集集大桥，哇哦，好壮观哦！旁边那就是集集蓝河堰呢，有点像在骑在石门水库大坝上面的感觉。哇，好特别的感觉哦！台山北，哇！竟然是要走旁边这个小路哎，刚刚没认真看地图，骑到外面去了，再绕回来啊！这什么神奇的路线啊？感觉要接回来了。第一次骑啊，不知道，要认真看路线了。现在这路线感觉是很多砂石车的路线啊，会有很多沙尘暴，视线不是很清楚。原来这是产业运输大道，砂石车的地盘，我们骑单车的要特别小心啊！第一次骑，刚刚又错过这个小路，所以又绕回来啊！特地拍一下，大家如果走这路线，记得啊，要看一下地图啊。哦，这一段路况不是很好哦，很正啊，快回到柏油路了。好，就一小段而已，接下来这里感觉就很笔直了，路况也感觉很不错哦。这一段真的很不错哦。如果真的骑这个指南宫发财路线，会从指南宫出发，那这个回程呢，前面就是指南宫咯。这一段一定是非常的棒 ，perfect ending。我看到后方的6星级厕所了。指南宫历史悠久的土地公庙，发财金生肖钱母，是个香火超旺的人气景点。指南宫一早就超多人的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现在又回到
我们的指南宫发财路线喽，继续骑行。这一段是对我来说是崭新的路线了，从来没来过。我是说骑单车啦，从来没在这里骑车过。民族大桥，刚刚从什么集集蓝河堰画那个浊水溪到竹山，现在又要回去浊水溪的北岸，那等一下就是民间喽。嗨，台三线这里有浊水火车站。路线也太亲民了吧！来到民间竟然还有麦当劳哎！接下来就是台三线北上，等一下经过南投，然后到草屯。好，我们要进到草屯市区了。那我等一下来去看一下，有一个地方叫做鸟嘴潭人工湖，一样观光组的要弯出去看一下，好像有个10公里吧，可以环潭的样子，来去看看咯。草屯镇公所，今天为什么一直拍麦当劳因为我觉得这路线很可以啊，沿路补给超方便的，你要吃麦当劳都有啊。你看到草屯天主堂，就直接来个爬坡，也太突然了吧！我还真的跟草屯很不熟啊。这个无止境上坡是怎样？台14线，刚刚看到标志了，原来已经弯进台14线啦。那我应该是没有骑过草屯这一段吧，才会不知道刚刚那个长上坡。不陡，就是缓坡一直直上，没有心理准备之下，就会觉得哇，怎么一直在爬坡啊？好了，前面就要下滑喽。我刚从台14线弯出来了，要前往草屯一个地方叫做鸟嘴潭人工湖。来吧，好期待哦！你去过吗？鸟嘴潭人工湖。鸟嘴潭人工湖，这指标真是低调啊！快要到了，它才出现指标。我刚沿路一直想说，奇怪，我到底有没有骑错啊？前方道路险降坡。斥资219亿打造的草屯鸟嘴潭人工湖，是目前全台最大的人工湖。去年正式开放参观，这环湖步道长达9.6公里。前面这是观景台吗？那当然要上去看一下啦。没有上来不知道，上来才发现。这人工湖超大的，只是现在缺水啊，很明显的缺水。鸟嘴潭人工湖管理中心，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打卡的地方了。这厕所也太大间了吧！刚刚去厕所朝圣了一下。哦，那厕所很大间又干净，连卫生纸都有哇！这服务太好了。那我现在要从这个人工湖的另外一边骑回去了。骑单车的好处就是可以随便乱晃，溜进来这边看一下是什么地方啊？就在管理中心的旁边，有一块应该是可以散步的地方。提醒一下，因为停车位有限，开车来的朋友要提早3天上鸟嘴潭官网预约。不过骑机车或自行车来的就不用预约哦。这里还蛮多车友的，看来这应该是很多草屯人会来骑车的地方。观景台，那个观景台太吸引人了，好想上去哦。好，我决定了，上去看看。你看，有多想上来，连脚踏车也一起上来了。
还有它这个旁边呢，有个地方，这个叫旁边有个坡啊，可以这样推上来啊。快到了。现在看到这是第1层的视野，等一下我们要再爬上去哦，可以看到更宽更广的视野啊！来，扛车，扛车，准备扛上去喽！好，这是第2层的视野，很值得啊！好期待，上面还有1层，再上去。我们要上去了，扛车了。扛上来喽！这蓄水区分为6个区域，提供彰化及草屯民生用水。A、B 湖给草屯用 ，C、D、E、F 湖给彰化用。扛上来了。真是太值得啦！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景啊？我要在这里待久一点了，好不容易扛上来了。来这里除了可以环湖骑车运动，也能顺道去水资源教育中心走走，认识乌溪流域的石虎、白鼻心等等。以爬陡坡的方式来跟鸟嘴潭说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下回见啦。那我要回去指南公路线了。刚刚在鸟嘴潭真的超多车友的哦，不好意思拍他们啊，那个人数众多啊，我看大概至少15位有吧，超多的。刚刚看到99峰气球乐园，我又弯出来了。其实我从远方就一直看那个大气球，想说那什么地方。它现在就在我的正前方啊！拼命上坡完之后就可以看到它了，就在前方。欢迎莅临草屯镇平林里99峰氦气球乐园，全台首座全激流式氦气球设施，去年底开始营运，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看见99峰的美耶！我决定来绕一下，看可以绕去哪里。骑单车真的不能乱绕啊！又来爬坡了，可是我就是好奇啊。好，爬上去看看。然后我就不小心绕到了99峰登山步道的入口了吧？好，我看到入口了，这边有写99峰森林步道。那个99峰步道啊，改天再来爬。99峰上面那个景啊，无敌美景，改天再过来看喽。跟我一起念全国最长吊桥双石吊桥，我要过去看喽。行经吊桥，请下车签行通过。双石吊桥长度360公尺，那我慢慢走过去，再慢慢走回来喽。就是一定要来走吊桥，虽然不能用骑的，还是很开心啊。双石吊桥是我很久以前来日月潭骑车的时候，然后我记得回程吧，摸黑要赶回台中的大径车站，然后就那时候晚上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双石吊桥点灯，非常的漂亮，可以去看那部影片哦。最后的时候，片尾的时候有出现。狗哥，原来这沿路的狗大便都你的啦！哎我的妈 ！Hello， 你怎么可以长得这么可爱啊？啾啾啾啾，你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 ！Hello， 我可是乖乖的用牵的哦。哪里？结果乖乖的用牵的，刚刚那个人应该是当地人吧？他就很帅的骑过去了，好羡慕啊！既然是个自行车道，就代表前面应该有路喽。
那我来骑骑看吧。草屯自行车道，我这个自行车道非常原始，我不小心就接出来了。继续骑台14咯。刚刚去旁边的警察局补水，补好了，继续上路。当吊桥出现的时候，我就来了。斗山观景台，捉迷藏，抓到你啦！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，所以我早就知道他躲在这里了。那我要来去看个吊桥，一样是用走的。这个吊桥很晃哦，好玩呢。好久没有走这种吊桥了。这里居民们的信箱在这里，那我就再走回去喽。太搞笑了吧！北山坑。经过了观音1号、2号、3号隧道后，就来到了国道6号爱兰交流道出口，这台湾最美休息驿站日月町。好久没有骑这一段台21往日月潭的方向，快要到日月潭这个日月潭坡吗？哦，这沿路就一直往上坡啊，4%、5%，再加上今天车子很多啊，真的很不好骑。欢迎莅临鱼池乡。刚刚台21爬的长上坡爬的差不多，准备要下滑，竟然就要马上切右边，还好我看地图啊，不然到时候搞笑要再爬回来。今天的骑行这个路线啊，我觉得就刚刚那个台21那个长上坡是最痛苦的啊，应该说。那时候没有心理准备啊，都没认真看路线。如果心理准备应该好一点。看到旁边的文武庙，就知道我回来了。今天骑程大概148公里，爬升1500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